夫君出征塞外，从敌军手中救回他的白月光。白月光体弱，需要心头血滋养。我遂取鸡血，附于心口，主动献出一碗。夫君，无碍的，只要公主能好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，嗨嗨。整整7日，他喝了我7碗血。他好了，可我是熬不住了。死遁前，我掏空他所有家产，下江南做起了生意。多年之后，听说有人为了见我，在雨中跪了整整1夜，只因我长得像他已故的夫人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我一直以为沈随安是爱我的。5年前，他3倍6聘将我救出尚书府地狱，无数个深夜，轻轻抚摸过我的脸颊，在耳边吐息：渊儿，你很好，真的很好。直到我误碰到他书房的暗格，看见里面放着南家公主的随身之物，以及一封他留下的书信。信中言：随安，孟家嫡女孟渊，品行良善，知书达理，温婉有加。孟硕既是待其菲薄，故而皇兄不会以此为惧。你娶她方是良缘，此去昭烈，我才可心安。原来沈随安会娶我，不过是因为我是南家公主为他选的良配。如今我军大胜昭烈，沈随安已从敌军手中带回5年前和亲的南家公主。回城之时，南家公主染了风寒，听说是身子骨弱，至今昏迷不醒，所以留在将军府养病。便是如此，沈随安来找我了。渊儿，南家公主是为了百姓才委身嫁入昭烈，如今她身体受损，救她也是应该的，毕竟也算受过她庇护，不是吗？是啊，照她这么说，大梁百姓又有谁没受她庇护呢？我虽然养在深闺，可5年前和亲一事亦有耳闻。昭烈只是边陲小国，贸然提出和亲，我朝自是不答应。沈随安就是第一个，当初不懂，现在才明白是为了不愿失去心上人。当时在朝堂上已经商量出2种对策，文官谈判或武力压制，无论哪一种，我朝都有十足的把握。可谁知南家在与昭烈王见面后，毅然决然答应和亲。他给出的理由更是让人动容，不愿我朝使者奔波，更不愿百姓们因他受战乱之苦。如今倒是承他所愿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他却患上失血症，一个风寒都能昏迷不醒，若需痊愈，则要服用至阳之女心头整整7日，不然活不过今年冬天。人血治病一事，我从未听说，而我的八字刚好是至阳之女。如此荒谬，沈随安连真伪都不去分辨，便跑来向我要血。孟渊听话，这一声，他的眸子更沉了些，身后隐隐站出几名侍卫。看这架势，我要是不答应取血，他就要来硬的。我压住心底的苦涩，好，我听话。沈随安站在房间里还没走，我脱下外衣的手堪堪停住，扯出半分笑意：夫君，你们要看着妾身脱吗？可否给妾身留几分薄面？沈随安欲言又止，最终还是平退下人，只留我一人在房间。桌上是他拿来的刀和碗。从前我在孟家虽遭继母苛待，但都是精神上，从未在肉体上有过折磨。如今让我亲手划破心口，我是不敢的。可门外他们都守着，若是不交出一碗血，今日肯定走不出这间房。无法，我一咬牙，在手臂上划了道口子，鲜血滴入碗中。我又挤了些抹在衣裙4处，特别是胸前的位置。沈随安听到有物体跌落声，慌忙推门而入。我倒在地上，指着那碗血，颤颤巍巍道：夫君，第一次取血，弄得狼狈了些，下次就有经验了，快去救公主吧。沈随安头也不回地走出房间，一如在孟家养我10年的嬷嬷，因继母的权势，将我扔下那般无情。乌云遮住日光，怀揣在心底，那么一点点能被他怜悯希冀，在此刻消失殆尽。还好，我已经习惯了。春竹是在沈随安离开后才被放进来的，见我浑身是血，都吓哭了。夫人，您疼不疼？奴婢这就去给您叫大夫。城南药铺张松大夫，别叫错了。张大夫早年承过我娘亲恩情，让他帮我瞒些事，想必不会拒绝。手臂上的伤只包了一层薄纱，厚厚的纱布缠在胸前。张大夫又给我开了些发热的药，我躺在床上虚弱至极，若不细究，
看起来无任何破绽。做完这一切，我让春竹去杀只鸡，毕竟鸡肉补血。我还打算用废弃的鸡血来应付明日的沈随安。夜色沉沉，许是药物的作用，我开始发热，浑浑噩噩中竟然梦到了沈随安。彼时南家已经远嫁昭烈，他亲自登门向我提亲。沈随安15岁上战场，20岁一战成名，少年将军，城中爱慕之人比比皆是。继母不愿这门好亲事落在我头上，踌躇着不答应。正好我也不愿嫁入高门，高门之人无真心，我爹就是最好的例子。我娘死后不到1年，便迎了新人入门。可谁知沈随安不放弃，趁我娘亲忌日，我去上香时偷偷跟着。踏入寺庙前，他拦住我，递了一盒桂花糕到我面前。听闻令慈喜欢吃桂花糕，这是我特意在醉风楼买的，今早第一屉。见我没接，他又将手往前伸了伸。我排了很久才买到的，帮我带给未来岳母尝尝。说罢，他将桂花糕塞到我怀中跑了，徒留我一人，羞红着脸骂：登徒子！果然有过情感经历的人最会拿捏人心。这世上大概除了我，无人还记得我娘喜欢吃桂花糕，他就这般迂回的让我记住了。我以为他是我失去娘亲后唯一的幸运，然而惊雷炸响，画面顿时如走马灯般扭转。沈随安3媒6聘跪在我面前起誓，这辈子将好好待我。铺天盖地的红压得我喘不过气。新婚之夜，沈随安喝醉了酒，宿在书房，并没碰我。下人们笑我，贵女们吵我。梦中虚幻，我想伸手问他为什么，明明说了要对我好，为何第一夜就变了脸？他不答也不语，我抓不住他。5年时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足以磨灭掉我所有的歇斯底里。我妥协了，左右他没纳妾，偶尔还会给予我细碎的温暖，以为这就是他爱人的方式。可他书房中的秘密却如当头一棒，狠狠敲在我头上。忽然有人大喊走水，我猛地睁开眼睛，梦醒了。发生了何事？我问。春竹迷迷糊糊跑到窗户前查看，回夫人，好像是南家公主住的院子烧起来了。话音刚落，沈随安已经抱着南家跑到了我的房间，两人衣衫不整。见到我，南家才从沈随安怀中娇羞地伸出脑袋，脸颊上还挂着一丝红晕。月儿妹妹，真不好意思，我们的院子着火了。本想着去其他房间将就将就，随安非要来这里，麻烦可以让一下吗？沈随安也跟着开口。大夫说日夜精华也有利于公主恢复身体，这儿的月光正好。这是我们的婚房，当然是最好的。可如今不是了。沈随安为何会同在府中养伤的公主滚在一块儿？他并未对此行径做出任何解释。身后跟着跑来的人，眼观鼻鼻关心。他们是将军府的人，给100个胆子也不敢将看到的说出去。唯有春竹想为我出头，却被我死死按住。这房间他要住便住，线下主次分明，万不能失了春竹。我拖着虚弱的身子站起来扶身。夫君所言甚是，妾身这边收拾东西。我如此乖顺，南家眼睛倒闪过一丝败兴来。他自幼娇宠着长大，要什么有什么，站在高台上的人最喜欢看到底下的人像蝼蚁般挣扎反抗。而自从娘亲离世后，我在孟家就成了寄人篱下，隐忍是我学会的人生第一课。收拾东西离开时，春竹还在愤愤不平。夫人，您这都让人欺负到头上了，她是公主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过就是死了丈夫的寡妇而已，还有脸赖在将军府不走，竟然还和将军那啥一块了，真不要脸。四下无人，她的声音不大，我便没阻止。路过走水废墟，倾倒的木桩上隐隐有层白霜，散发着淡淡硝石的味道。我心底苦笑，看来这场火是蓄意为之，借此机会到我面前宣示主权。南家想看我伤心，看我痛哭流涕，再以胜利者的姿态俯视我的败姿。可他不知道，越是这样，我越是不想玩。我会想办法离开，才不要做他们爱情的试金石。翌日，听下人们说，昨夜南家打了一晚上喷嚏，顶着个黑眼圈没睡好，吵着让沈随安给他做主，
说我故意给他睡劣质的被褥。可做主也要分时候。他怒气冲冲推开客房门进来时，我刚刚拿起刀对准心口，等的就是这个时候。夫君，别着急，妾身会尽快取血。原本的怒气因我这句话转而些许愧疚，全然忘了是来兴师问罪的。他许是不忍心看这画面吧，答了声好，背过身去。我在血包上还附了块猪肉，刀尖刺下，顿时有皮肉绽开的声音。沈随安的身影好似晃了晃，我颤抖着手，血接的到处都是，但要比昨日好些。这次我指着碗，眼中隐隐含泪，夫君你看，当真要比昨日有经验了，快拿去给公主吧。沈随安接过血，到底没像昨日那般绝情，脚步顿在门槛前，竟然开口跟我解释。我与南家旧情匪浅，如今他的身份皇室不愿接纳，可我不能不管他。我垂着眸，泪水啪嗒落下2滴。夫君，您不用向妾身解释的，公主永远是妾身的姐姐。果然，沈随安的身影再次晃了晃。你不问我为何？我继续低言，夫君是天，妾身不敢多问。你能这么想，最好不过了。南家虽比你大，可他性子弱，你以后要多让着他些便是。是，妾身谨记。呵呵。见他走远，我是掉刀尖上的血，望着刀面，浅浅扯出笑意。我当然会让着他，还要好好让着他。不多时，春竹拍着胸脯进屋问：夫人还顺利吧？我竖了个大拇指。换好衣服后，又将脸涂得更白了些。血里我提前混入了东西，闻起来同人血无异。那我让你办的事，办好了吗？这次换我问。春竹悄悄从怀中拿出从张大夫处取回来的镯子，夫人交代的事，奴婢肯定办好。他们这样恶心我，让我自残取血，还妄图我乖乖和他们一起过。春秋大梦也不是这般做的。下午，我便让春竹传出去，连日取血，幸好我有我娘亲留下来的玉镯，祖传西式冰玉养人，身体才不至于受损严重。我算着这话多久能传到南家耳朵里，估摸要不到2日就会来找我了吧。果不其然，第3日南家摇曳着身姿来了。那天夜里烛光昏暗，他又在沈随安怀中，倒没想到昭烈竟如此养人。南家远没了多年前的纤弱，如今是风雨有加。沈随安不在，他也褪去矫揉气息。月儿妹妹，我早就想来看你了，可随安他老是说外面风大，不让我出门。他话中有话，余光一直在看我的脸色，好像是在试探那晚我的隐忍退让是不是装的。我瞥见墙外露出的剑鞘，是沈随安的亲信。他还真是心疼，上朝去了也不忘留个亲信在他身边，可目前来说，南家大抵是不知道。嗨嗨，公主见外了，将军也是为了您好。随后我转头吩咐春竹，还不赶紧去将我房中的狐裘拿来给公主披上。春风一凉，公主若是染了风寒，我饶不了你们。嗨嗨。厚重的狐裘往南家身上一盖，春竹的力道可不小，压得她膝盖一弯，差点跪在地上。我应该没做错什么，这狐裘还是成亲前沈随安送的。那时我遭继母苛待，即便寒冬也得不到新衣穿，寺庙一别后，我挂念着他，饶是再冷，也舍不得将狐裘拿出来取暖，害怕弄脏就没了。如今你看，狐裘是新的，可它已经脏了，我不要了。南家吃瘪，身上的狐裘穿也不是，脱也不是，反倒是激起了他心底的倨傲。既然妹妹如此用心，不如将你手上的冰玉一起给我，我瞧着是个稀罕玩意儿。当然稀罕了，冰玉不假，祖传也不假，就连拿来浸泡它的药都是罕见之物。这冰玉若是长期佩戴，会使人肌肤发痒发痛，不红不肿，从外看不出破绽，也不会致人死亡。只不过能缓解这种痛楚的药，只有张大夫那儿有。本就是要给南家的东西，只是不能表现得太明显了。于是我当即将手背到身后，护着镯子，还不忘往后退。公主误会了，这镯子不是什么稀罕东西，您若是喜欢首饰，我房间还有别的。着急的样子彻底激起她的占有欲。只见她3步并作2步走，将我逼至墙边，狠狠抽出我的手臂，将冰玉取下。
拿来吧你。南家这个样子，哪有什么患了失血症的模样？冰玉脱离手腕，我一不小心没站稳，重重摔在地上，心口的血包还残留了些积血，此时全被挤压出来，浸得胸口一片红。我晕了，南家慌了，闭着眼，我听到他跟春竹讲，跟我没关系啊，谁让他刚才不将冰玉给我的？脚步声走远，我才缓缓睁开眼睛。春竹想笑，我赶紧掐住他的手道，稳住，别慌。还不清楚沈随安的亲信走了没有？春竹也是默契十足，立马收住笑意，哀痛万分。夫人啊，您可千万不能有事啊，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春竹也不活了。这丫头夸张了啊。不过夸张也有夸张的好处，事实证明，当时沈随安的亲信确实没走，并且两相说辞在他面前有所不同。我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，是听下人们说，沈随安回来后发了很大的脾气，伺候南家的人全都因他私自外出挨了板子，以及此刻放在我面前的一大箱金银珠宝。春竹捧着箱子看花了眼，夫人，这得换多少银子啊？是啊，又是惩罚下人，又是送那么多银子，他都舍不得让南家把冰玉还给我。既然你们这么相爱，那就真怪不了我了。嗨嗨，收一点，收一点，入了库房，快去准备明日的鸡血。好嘞，奴婢这就去。等等，留2只好看的钗子，明日给我带上。取血第6日，没了冰玉护身，我的身体应该还要更差一些。我让春竹把衣服改大，穿在身上空落落的，显得更加消瘦。沈随安送来的珠宝里，我择的也是大号的钗子戴在头上，与我这张病容丝毫不搭配。这2日的血都不是沈随安亲自来拿的，今日是他休沐，再加上冰玉的事，我以为他会来，可来的依旧是府中管家。夫人，将军本来是要来看您的，可出门时公主摔伤了脚，所以特意让奴才转告夫人，她晚些再来看您，你也要好好休息，养好身子最重要。听完管家的话，落寞与伤心霎时浮上心头，我一激动，便扶着心口猛烈的咳，嘴角有血泌出，留在白色手帕上。夫人，您这是？这是我准备的计划2啊，若是沈随安没来，我就可写给来取血的人看。没事，咳不碍事，老毛病了，你赶紧给公主端去吧。唉，管家叹声气，于心不忍地端着血走了。傍晚，沈随安当真来了。彼时我正倚窗而坐，望着天边月光，手臂伸向远方，拨弄着低垂的树枝，肩上忽然一沉，转过头去，原来是沈随安将自己的外衣解下来披在我身上。晚风凉，怎么也不多穿件衣服。我稍显惊吓，不过更多的是欣喜。管家说，夫君晚些会来，多穿衣臃肿，妾身担心不好看。说完，娇羞地低下眸，不敢看他的眼睛。这角度，这言语，我和春竹研究了整整2个时辰，绝对破碎感满满，路过的狗看了都要心疼2分钟那种。果不其然，沈随安竟将我轻轻揽入怀中，深深叹口气。明日便是最后一碗血，等你养好身子，我带你去看桃花。好。他记错了，我不喜欢桃花，我喜欢海棠。最后1日取血，是沈随安亲自的来端的。他来时我已经睡着了。春竹红肿着眼睛为我盖被子。沈随安见他反常，便问为何要哭。春竹哽咽道，回将军，昨夜将军走后，夫人硬是要亲手为您做礼衣。本来这段时间他的身子就不好，今日取了血，连话说的力气都没有了。胡闹，府中又不是没裁缝，可昨个奴婢怎么劝夫人都不听。他说说什么？沈随安略急。春竹，夫人说5年来您的礼衣都是她做的，若是假手他人，怕您穿着不舒服。春竹没有说谎，成婚5年，她的礼衣的确都是我做的。那是因为我觉得夫君穿着妻子为他做的礼衣是件很浪漫的事。他婚后很少与我交流，这些琐事便没告诉他。昨夜他取下外衣给我时，不小心发现他穿的礼衣破了个小口子，所以才心生一计。我没睁开眼，无法看清沈随安离开时抱着怎样的神情，大抵是心疼又加了几分吧。
沈随安对我开始改变，竟然来陪我用晚膳。若是放在以前，我肯定会开心的不得了。现在怎么说了，也是开心，只不过开心的是，终于引得他对我上心。这样等我离开时，至少能在他心里狠狠地插一刀。厨房把膳食端来，我高兴地喂他布菜，还没吃到一半，南家身边的人就闯进来了，说他不小心打翻烛台，烫伤了手。沈随安将手中的筷子狠狠摔在桌上，竟然发了火。他是小孩子吗？烫了手请大夫，找我做什么？就知道催。话虽如此，可剩下我们2个人后，他吃饭明显心不在焉。渊儿，夫君，您还是快去看姐姐吧。我先一步打断他的话，可我答应要陪你吃饭的。我体贴地帮他找好理由，夫君，姐姐性子弱，想必是烫得不轻才来找您的，您快些去吧，不过是一顿饭而已，明日也能吃。沈随安被我说得有些羞愧，渊儿，你能有这般体谅，真好，明日我定当陪你吃饭。我目送他往前走，他的脚步停在门外，竟然回过头来看我。我们遥遥相望，我报以微笑。南家打翻烛台并不是意外，是戴在他手上的冰玉起作用了，他受不了痛痒，四处乱抓才掀翻的。我站在院子外面，看着远处主院灯火通明，我想他一定是很疼吧。夜里大夫不是很好请，3两位进去后都是摇着头出来，折腾到半夜依旧没看出个所以然。沈随安当他是在装怪，不耐烦地躲到书房去了。这不禁让我想起以前听人说的，普通人家的夫妻请不起乳娘，有了孩子后，丈夫往往会嫌吵，躲到别处去。翌日，张大夫听到同行相传，自告奋勇前来为南家看诊。没过多久，便开出一副药方，其中不乏名贵药材，有2味药还独只有他那儿有。南家疼得受不了，那怕是花光所有积蓄也将他买了回来。他从昭烈回来，身上没有银子，这些钱都是沈随安给他的。一副药服下去，症状顿时缓解不少。沈随安这才相信，他不是在装，故而连日都在花心思哄他，已经忘了要陪我用膳。京城的桃花开得比较早，如今好多都谢了，云山上的海棠却正值花期。既然冰玉上的毒已经给南家种上了，那我也没必要继续待在将军府。张大夫给了我一颗黑色药丸，在一个普通的晚膳后，我呕血不止，撒手人寰。彼时沈随安刚刚将南家哄好，2人正游湖船上。等得到消息时，春竹已然跪在我床前痛哭不止，那药能平人气息，只留下听觉和触觉。沈随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渊儿这是又睡着了。春竹以额触地，磕得咚咚作响。将军，夫人她没了。好姑娘，给我心疼的嘞，磕得疼不疼啊？空气仿佛在此刻凝结。不对，我本就嗅不到空气。总之周围静得可怕，直到有碎裂声在我身边响起。我的床离桌不远，约莫是沈随安摔碎了茶杯。片刻后，我又听到了笑声。什么叫做没了？你给我说清楚，夫人她怎么就没了？他这般不相信的语气，身旁的其他人怕是已经吓得脸色煞白。可春竹不怕他，他昂起头，擦干泪。将军，夫人连日取血，身子本来就差了，又没冰玉护体，晕倒是常事。前段时日，您说要陪夫人去看桃花，夫人方才有了几分精神气。您答应过夫人要陪她用膳，这几日她都让奴婢摆2份碗筷。可每日等，每日您都不来，桃花都谢了，您还是没来。能背下这么多词儿，不错嘛。我在心里默默为他点赞，一声声控诉。沈随安笑不出声了。我听到有脚步声缓缓挪动，熟悉且令我反胃的气息慢慢向我靠近。他是将军，常年战场厮杀，死人是什么样子，他最清楚不过。缓慢靠近的手先是在我鼻尖叹息，随后移动到脖子处。我无法看到他此时的表情，只能感受到指尖越发急促的颤抖，直到一滴温热的液体滴落在我脸上。他这是哭了。不重要，迟来的深情比草贱，我要将它碾入尘埃，烂在土里。渊儿，你不是答应过我，
养好身子，我们一起去看桃花。你向来听话，今天怎么不乖了呢？他说这些话，我着实不喜欢听，还不如说说要给我多少陪葬品。他哭着哭着，发现了我衣领处残留的血迹，顿时像疯了般，扯起来就开始擦。月儿乖，夫君帮你擦干净，然后我们就不睡了，好不好？他扯啊扯，擦啊擦，也没人敢阻止他。然后一不小心用力过猛，衣服被他扯掉一大块，胸前一阵凉风袭来。春竹赶紧从地上起来，脱下外衣就披在我身上，语气不善：将军，夫人已逝，求您给她留些体面。沈随安的声音抖得比之前更加可怕。取血都过去半月了，他心口的伤怎么还没好？哦，当然好不了呀，那是我特意用鸡血混了胭脂画的。身旁的大夫方在此时开口：回将军，心口取血本就伤人根本，同一道伤口反反复复划开数次，时间一长，自是不易愈合。夫人离世也是与此有关，心思郁结，骤然浮上心头，才会吐血而亡。又是一滴温热落在脸上，滑到耳边：是我，都怪我，是我害了渊儿，是我害了他。春竹大概也听不下去他这些所谓的忏悔，索性主动从怀里摸出一只信封，交到沈随安手中。将军，这是夫人昨夜写的，写给您的。为了营造氛围感，春竹与其他人一同离开了房间，只余下我和他。信被他展开，不长，只有1页纸。随安，我这一生规行矩步，唯有此时才敢任性叫你的名字。还记得南家公主初到府上，你问我为何不问，我答夫君是天。其实那时我便已经知晓你会娶我，是因为我是公主为你选的良配。我羡慕公主有你这般好的男子护着，也感谢公主，若不是他，我又怎会有幸做你的妻？随安，我爱你，哪怕你并不爱我也没关系，我不悔。对不起，我的身子养不好了，不能陪你去看桃花了，让南家公主帮我看吧。哦，对了，沈氏祖陵荒凉，哪没有花？我不喜欢。反正都任性了，那我容我再任性些，可否将我葬在桃花盛开的地方？还有啊，春竹来将军府时已无亲人在世，我走了，他怕也不愿意留下，便放他出府吧，我哪些嫁妆替我给他吧。随安，我已无他求，往后愿你和公主白头偕老。梦渊绝笔。我从不相信一个男人会突然对谁深情。沈随安能在我失手前哭，更多的是我这些时日努力表现迎来的愧疚吧。棺椁停放在宗祠，择日下葬。春竹为我守灵，封棺前每日都偷偷给我喂水。沈随安来看过我几次，有一次又被南家喊走了，听说是手臂又开始疼，吃了好多药，最后还是服用了张大夫的药方才好。无一例外，又是一大笔银子。他没什么钱了，只好沈随安出。出殡当日，南家的手臂又疼，张大夫真是掐准用量，让他准时发作。沈随安本来是要来送我出殡的，如今耽搁在南家的院里。张大夫捋着胡子，细细探脉，敢问姑娘可是服用过活人生血？前2次诊治，张大夫并没问这些。服，他喝过。沈随安替他回答。张大夫顿时恍然大悟般，天道沦丧，天道沦丧啊！活人生血本就是违背天理的巫医偏方，若连饮3日，身体就会遭到反噬，到时候就是大罗神仙来了也救不了。我没喝那么多，能救吗？南家脱口而出。沈随安一愣，你说什么？南家方知说漏嘴，你来说。身后的丫鬟碍于威严，不敢撒谎。回将军，除了第1日，后面的血，公主都吩咐奴婢悄悄到了。沈随安僵在原地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所以从头到尾，你的失血症都是在骗我，对不对？南家立马换上讨巧的嘴脸去抓他的衣袖。随安，我也不是故意的嘛，他占了你5年，我不过就是想给他一点教训，谁知道他身体这么差，一点血而已就死了。教训，呵，你给我滚！沈随安扇了他一巴掌。我不葬祖陵，所以并不用大操大办，孟府也没一人来看我。抬棺的人
忽然停下了，是沈随安在喊我的名字。渊儿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渊儿你别走，我求求你，别丢下我好不好？我带你去看桃花，日日陪你吃饭，再生一群孩子。他这样歇斯底里，倒像是疯了。春竹担心他再这么闹下去，会耽搁我苏醒的时间，于是咚的一声跪在沈随安面前。将军，算奴婢求您，放过夫人吧。若是误了使臣下葬，夫人在黄泉路上也会过得不安生。南家也赶来了，不顾脸颊红肿，吩咐人将沈随安带走。新封的泥土较松，春竹没花多大的力气，就将土挖开了，还有张大夫帮人，二人将棺椁打开。听到他们的声音，我心甚安。张大夫为我服了第2颗药，我终于缓缓睁开眼睛。墓地复原，我和春竹没有立刻离开京城，而是去了张大夫家里。他40有家，却未结亲，一个人住。我们3人粗略算了算，我的嫁妆、陪葬以及从南家哪儿收到的医药钱，大约有30万两。我在将军府时也掌中馈，府中一时能拿出来的白银，最多也就35万。也就是说，算上沈随安这个月的俸禄，现在账房里大约还剩5万两左右。再诓南家一次要钱，就能全拿出来了。这么多银子，我和春竹怕是几辈子也花不完。张大夫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，我择了一半打算给他，他却怎么也不可能要。孟小姐，我愣住，沈夫人听多了，差点忘记自己本来的姓。你的眼睛很像你母亲。少时张某家中落难，是他赠予金簪，鼓励我不要放弃好好生活。他突然恶疾，我努力学医，可依旧没能将他治愈。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，不过幸好老天让我帮了你。孟小姐，你不用感谢我分毫，我做的这些事远不及你母亲曾对我的恩。夕阳落幕，我恍惚看到张大夫眼角含泪，虽莫落下，却远比那沈随安的嚎啕大哭惹人心碎。2年后，边境大乱，沈随安奉命出征。彼时，我和春竹已经在江南做起了药材生意，知道打仗也是听前来采买的人说的。没想到当初沈随安大胜昭烈，昭烈王竟然没死。多年过去，卷土重来，招兵买马在边境作祟。此番战役已经过去半月有余，原本胜券在握，可谁知我军不防图，遭人偷了。据说是曾经的昭烈王后，被救回的南家公主，她偷图向昭烈王投诚。现今我军伤势严重，急需大量的药材。兵分等级，他们买的药材也分3、6、9等，最贵最好的给将军用。所以除了最贵的药，其余治疗普通士兵的，我都没收钱，就当是做好事了。这场战事足足持续了2个月。沈随安在感情上虽然是败类，但不得不说，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将领人才。不防图被盗，也能绝地反击。他活捉了昭烈王和南家，准备带回京城交给皇上处置。听说在回京的路上，南家手藤正犯了，再加上舟车劳顿，没人护着，时不时还被押送的士兵欺辱，便趁着所有人没注意，咬舌自尽。叛国之人的尸身入不了皇陵，最后也将被丢在乱葬岗中。又过了半月，我正在清点药材，春竹慌慌张张地跑进来，抓着我的手就要跑。不好了，姑娘，将军，沈将军随皇上下江南了。我还当是怎么回事儿，一巴掌轻轻拍在他头上。淡定点，别慌，他来江南是护卫皇上的，难不成还能发现我？一语成谶，他真寻到了药铺。他拉住伙计，问当家的是不是叫孟渊。那肯定不是啊，我还没傻到继续用原来的名字活在世上。如今我已改名了，响当当的药铺老板李翠花。毕竟越是普通的名字，越是不让人起疑。果然，沈随安在听到翠花这一名时，没多做停留就离开了。江南喜雨，姑娘，她在外头跪着。我半推开窗户往下面一看，沈随安竟然没走，杀了个回马枪。隐隐约约，我好似在他怀里看到了一株桃花，身上都被打湿了，唯独花还是干的。他还是不知我并不喜欢桃花，我当作没看见，可路过的人难免指指点点。
大晚上的跑来药铺前跪着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吃了我的药怎么低了，跑来医闹，真的是烦人。我披了衣裳，打着伞出去，听到动静，沈随安献宝似的拿出桃花，伸到我面前。鱼儿，真的是你，我没有做梦，真的是你。我皱了皱眉头，往后连退2步，躲开了他的触碰。公子，你应当是认错人了，我并不叫什么渊儿。沈随安不信我的，当然我也并不是让他信，做过场罢了。渊儿，我知道你气我，气我因为南家忽略了你，气我让你取血，应该的，都是应该的。只要你跟我回去，你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此话当真？沈随安眼里闪过希冀。我从怀中拿出一个瓷瓶，你把里面的东西吃了，1个月后来接我，我就跟你走。这……沈随安稍显犹豫。我冷笑，刚才还说做什么都可以，现在连1颗药也不敢吃，虚伪。我吃，我吃。见他吞完药，张嘴，我检查检查。沈随安照做了。他走后，春竹问我给他吃的什么，也没什么，不过就是能激发冰玉之毒的东西。他没带玉，可是南家带了。2人阴阳交合，他的身体也会有所染，次数少便不会有异常。次数若是多，再加上我给他吃的药，最好的结果是不能人道，最坏的结果是暴毙而亡。就是不知道我离开的这2年里，他们到底恩爱过多少次。我原本是打算放他一马的，他不来打扰我，我也不会去害他。如今他非要来烦我，还跪在我店铺前扰我生意，那也别怪我心狠手辣。1个月后，沈随安没有来接我，江南离京城有一段距离，消息滞后。无论他是不能人道还是暴毙，与我都再无关系。某天，春竹贼兮兮地跑过来跟我说，最近多招了些伙计。我不以为然，招了就招了呗，多几个我们也付得起工钱。谁知道傍晚他带着他们来见我的时候，直接把我吓得血脉膨胀。当家的好，10几位年轻男子站成2列，齐刷刷向我问好。春竹，别跑，你给我站住！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